每年大年30，我爷爷都会背着全家人消失一整夜。每次年初一早上回来，他都会带回一只木匣子，里面装着足够我们家吃一整年的金条。我爸很早就想知道那些金子从哪儿来的，可爷爷怎么都不说，只有4个字：传内不传外。我们家的规矩很奇怪，所谓内，指的是嫡长子，每一代只有1个人能继承这个秘密。我爸是老二，大伯才是那个内。大伯18岁那年跟爷爷去了一次，回来以后他整个人都变了。原本话多爱笑的大伯变得沉默寡言，眼神里总带着一种说不清的东西，像是恐惧，又像是悲悯。大哥，到底怎么了？你告诉我啊！别问了，这是传内不传外。又是这句话。我爸不甘心，他是家里最聪明的那个，考上了大学，在城里站稳了脚跟。凭什么一个初中都没毕业的大伯能知道这个秘密？更让我爸生气的是，大伯知道秘密以后就不再工作了，他只是守着老宅，每年就等着大年30跟爷爷消失一夜。而我爸在城里拼死拼活，1个月工资还不如大伯1根金条。唉，凭什么他什么都不干就能有金子？我累死累活，连房贷都还不起。爷爷73岁那年，身体开始不行了。我去不动了，从明年开始，大年30由赵刚一个人去。我爸当时脸都白了，如果爷爷死了，这个秘密就彻底落在大伯手里，到时候大伯一家吃肉，我们家连汤都喝不到。散席后，我爸拉着我妈在房间里嘀咕了一整晚。远志，你去大伯家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他的养子了。爸，为什么？大伯没有儿子，只有你堂姐，他需要一个继承人。你去了大伯家，就是他的内了。等你知道了秘密，就回来告诉爸爸，我们自己干，不再受他的气。我不想去，大伯家在山里，没有网，没有电视，连手机信号都没有。如果你不去，我就打断你的腿。告诉你，这是为了我们全家的未来，你是最好别让我失望。大伯对我很好，比我爸好太多了。力气不要用蛮的，找到纹路，顺着劈，事半功倍。这个叫金银花，清热解毒。记住，花蕾发白的时候采，开了就没用了。云往东走一场空，云往西走临死狗。看见那片云没有？明天有雨。这面朝北，记住了，在山里迷路，先找苔藓。他话不多，但什么都教我。山里的夜很安静，我经常睡不着。慢慢吃，别烫着。他看我的眼神很温柔，像看一个易碎的东西。我心里有时候会想，如果我爸也是这样的人就好了。你就是那个来继承的。堂姐好。堂姐叫赵锦书，比我大3岁。她不太喜欢我，觉得我是来抢她家东西的。这倒也没冤枉我。几个月过去，堂姐渐渐接受了我。看到没？就这么抓，你倒是动啊！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我听不太懂，但觉得她念诗的样子很好看。可我始终没有忘记我的任务。等你知道了秘密，就回来告诉爸爸。我来这里是为了偷走大年30那个秘密的。我等了3年。我以为大伯会在我15岁那年带我去，今晚早点睡。可他没有。拿着，给你爸妈寄回去。我接过金条，手微微发抖，不是因为激动，而是因为愧疚。因为我那天晚上试图跟踪他，我在他的鞋底抹了山里特有的一种荧光苔藓，那东西在月光下会发出幽幽的绿光，只要他走过，就会留下痕迹。走了不到200米，所有光点就突然消失了。像是他从那个地方开始就不再踩着地面走路，或者说他进入了一个地面上根本不存在的地方。不是抓的，是刻的字。最下面一个是民国3年，最新的一个是去年，刻的是大伯的名字。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爸。过年回家探亲时，我像完成任务一样汇报了所有发现：荧光苔藓、老槐树、树上的名字。好儿子，真是我的好儿子！你再探探那棵树到底有什么名堂。爸，大伯对我真的很好，要不就算了吧。他每年都给我们寄金条。他对你好，他给你洗脑了是不是？那些金条本来就有你爸一份，是你爷爷偏心。你是姓赵的，你别忘了你是谁的儿子。那个耳光打在我脸上，火辣辣的疼，但更疼的是我心里某个地方。那种疼，像是有什么东西裂开了一条缝。堂姐一眼就看到了我脸上的指印，递过来一块热毛巾。我爸也这样打过我。大伯打你？小时候，我偷偷跟他出去过一次。他发现以后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打了我。打完以后，他自己哭了一整夜。他说，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让我看到了那个地方，所以他才不带你去。不是不信你，是不想再毁掉一个人。你看到了什么？堂姐看着我，
很久很久没有说话。传内不传外，又是这句话。可这次，我在他的眼神里看到的不是隐瞒，不是防备，不是隐藏，是一种拼命想要护住什么的温柔，是保护。可我还是没忍住。第4年的除夕夜，我做了更充分的准备。我没有用任何电子设备，大伯早就教过我，山里的磁场异常，电子产品到了某些地方会全部失灵。我用的是最原始的办法，一根线，极细的蚕丝线。我花了整整半年从蚕茧里抽出来，一米一米的蚕。除夕傍晚，大伯在灶房做饭，锅里炖着肉，蒸汽模糊了他的脸。我悄悄走进大伯的房间，我把蚕丝线的一端系在大伯的棉袄内衬上，打了一个极小的结，外面完全看不出来。夜里11点，大伯起身出门，我等了1个小时。我手里攥着线团的另一端，线穿过竹林，穿过溪堰，最终到达了那棵老槐树，然后线没有断，它延伸向了树干，不是树干，是树干上的一道裂缝。裂缝白天被厚厚的苔藓遮住，几乎不可见，但此刻裂缝里透出一丝微弱的白色光芒，蚕丝线就消失在那光里。指尖触碰到光芒的一瞬间，一股巨大的吸力把我拉了进去。我以为我会摔得粉身碎骨，但没有。不是天然的溶洞，每一块石壁都被打磨得像镜子一样光滑，上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和图案，字迹大小不一，跨越了无数年代。空气里有一种奇特的气味，不是腐败，不是潮湿，是一种我从没闻过的极其古老的味道，像是把时间本身碾碎以后散发出来的气息。我屏住呼吸，好奇心驱使着我一步步靠近。我知道你在，赵远之，你过来吧。大伯从怀里掏出一只小瓷瓶，把瓶里的血倒进棺材。大伯站起身，把金条装进木匣子里，从头到尾，他的动作沉稳而熟练，像做过无数次。那瓷瓶里的血是他自己的。现在你知道了，每年除夕用自己的血喂他，他就会给金子。是什么？这是我们赵家的祖先在南宋末年发现的。当时援兵南下，赵家先祖带着族人逃进了这座山。他们在山腹中发现了这个赵家祖传的地下溶洞，发现了这具玉棺。棺子里的东西不是人，不是鬼，不是神，我们家族把它叫做债。先祖发现，只要用人血喂它，它就能产出金子。但金子不是白给的。你看这些名字，从南宋到现在700多年，没有一个活过60岁的。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，是一份几百年的死亡名单。喂他的人身体会一年一年的被掏空，像是他把你的命一点一点的兑换成了金子。我今年47，大夫说我的身体机能像70岁的老人。我终于明白他眼睛里那种说不清的东西是什么，不是恐惧，不是悲悯，是认命。所以这事儿只传嫡长子，不是为了什么规矩，是因为只需要毁掉一个人就够了。毁掉一个人，养活一大家子人。你不是我的养子，你是我弟弟的儿子，你不该走这条路。回去吧，把你看到的全都忘掉。我没有忘掉，我做不到。怎么样，盼到了？40岁出头的人，头发乌黑，皮肤红润，每天吃喝不愁，因为大伯每年寄来的金条。他过得那么好，而大伯在山里像个70岁的老人，没谈到。你在骗我，你是不是被你大伯收买了？我养你12年，供你吃穿，你现在胳膊肘往外拐。又是那种话。爸，大伯真的什么都没告诉我，你就别逼我了。我逼你？行，你不说是吧？那你也别回去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给我上补习班，考大学，别在山里跟你大伯当野人了。大伯身体不好，他需要人照顾。那是他活该。他知道，他什么都知道。他或许不知道具体的细节，但他知道大伯是在用自己的命换金子，他一直都知道。而他心安理得地享受了30年。又回山里去？大伯一个人，我不放心。拿着，给你大伯买点好的。远之，你爸不是坏人，他只是被金子迷了眼，但你别变成他那样。我没有听我爸的话，第2天一早我回了山里。从那天起，我下了一个决定，我要替大伯去。大伯，我要替你去。你说什么？我要替你去。不行，你才16岁，你的人生才刚开始。
你的人生也才刚开始的时候，是谁让你去的？是爷爷。爷爷50岁的时候身体已经不行了，他需要一个接班人。大伯是长子，没有选择。大伯，你就当我是自愿的，我不是为了我爸，我是为了你。你教了我3年，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爸，我不想看着你死。大伯那天哭了，我第一次见他哭。我答应你，但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每年的量减半，你放一半的血，我放一半，2个人分担，都能活久一点。搁在内侧，顺着血管，不要横切。血液滴入金色液体的那一刻，我感觉身体里有什么东西被抽走了，不多，但确实少了一点，像是灵魂被咬了一小口。他的眼神里，终于不再只有认命，有了一丝希望。我和大伯特意维持了总量不变。物价涨了，这点金子够干什么？你跟你大伯说说，今年多弄点。爸，不能多了，大伯的身体扛不住。扛不住？他前几年一个人不也扛下来了？那是因为他在用命换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？你给我说清楚，我是你爸，这个家姓赵，我也有资格知道。爸，你不是内，你没有资格。老子养了条白眼狼，你等着，你不说，我自己去找。那座山那棵树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他知道老槐树，他跟踪过大叔，比我想象中更多次。他掌握的信息比他表现出来的多得多。他只是一直在等一个确认，等我亲口说出来，他就能理直气壮地去分一杯羹。而我刚才的失控，已经告诉他太多了。我连夜赶回了山里，我到的时候已经是凌晨3点，大伯家的灯居然是亮的。他来过了。谁？你爸。我心一沉。比你早到2个小时，他来找我爸，说要一起合作，要扩大产量。他说他有办法弄到更多的血，不用自己放血，用别人的。他说城里有那种地下血站，花点钱就能搞到大量的血浆。大伯怎么说？我爸拒绝了。你爸就威胁他，说要把这件事捅出去，让所有人都知道这座山里藏着什么，到时候全世界都来挖，谁都别想独占。然后呢？我爸让我走开，他们在屋里谈了很久。后来你爸走了，我爸就坐在堂屋里一动不动。我叫他，他不理我。你爸说了一句话，让我没法拒绝他。什么话？他说：“大哥，你不答应也行，反正远之现在也会放血了。你要是不在了，我就让远之一个人供。一个16岁的孩子，你才能撑几年？”他用我威胁大伯，我的亲生父亲，用我的命来要挟对我最好的人。我让堂姐带着大伯去镇上看病，大伯的身体确实需要检查了。然后我一个人去了老槐树。我走到玉棺前，第一次仔细地观察那些石壁上的文字。3年来，我一直忙着放血、拿金子，从来没认真看过这刻了700年的字。回家，妻儿得时，于心甚慰。然夜半，觉胸中空痛，若有物被拒。咸成元年，余发已白，齿已落，年不过35。愿此债止于无身。至正11年，余之子亦入洞，余痛哭，然无力阻。家中17口人，皆赖此禁。一段一段读下去，700年，几十代人，每一代都想让这件事到自己为止，每一代都失败了。这本质非妖非鬼，乃人心之贪也。700年来，术者折寿，它一直在被钱消耗。然而发现棺中液体正在减少，先发现满棺，而今仅余薄薄一层，它终有耗尽之日。这不是什么金矿，不是什么聚宝盆，这是一张700年前签下的高利贷。爷爷之所以50岁不去了，不是因为身体不行，是因为他发现了真相，吓得不敢再续了。可他不续，液体就消耗得更快。于是他让大伯接手，用大伯的命去延缓那个期限。传内不传外，从来不是什么光荣的传承，是选一个人当替死鬼，替全族续命。按照目前的消耗速度，他最多还能撑3年。石壁上没有答案，700年来没有一个守棺者找到过办法，他们只会做一件事，续期、续期再续期，把问题留给下一代，所有人都死。一直喂，液体减得慢一点，但终归会减。无论喂不喂，结局都是反噬。赵远之，你疯了！3天不回来，我和爸都急死了。你都看到了，
我看了一些。堂姐，你当年跟大伯去过一次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我不知道债的事，爸没让我看石壁上的字，他只让我看了放血和取金的过程。然后他打了我，告诉我永远不要回来。可我记住了路，我一直在等有人来跟我一起想办法。我有一个计划，但需要你帮忙。你说。可能会死。赵远之，我们全家都在一张借据上，不做也是死。液体不能触碰，但可以让它自然耗尽。问题是，耗尽之后所有人都会死，除非我们找到一个办法，在它耗尽的同时，切断它和赵家血脉的连结。怎么切断？我还在想，但首先有一个更紧急的问题。你爸？是，他已经知道了老槐树的位置，他不知道里面的全部真相，但他知道那里能产金子。如果我们的计划成功，断了金子的来源，以他的性格，他会疯，他会闹，会危险，会把这件事捅到所有人面前。到时候不只是我们家，所有听到风声的人都会来找这个地方。我需要在计划实施之前，彻底解决我爸这个变量。大哥，我想好了，咱们兄弟不能因为点钱伤了感情。这几位是我的合伙人，以后我们一起干，把产量搞上去。赵东，我跟你说过了，不行。大哥，你这人怎么这么死脑筋呢？你一个人每年才产多少？加上远之也就那么点儿。我带来的这几位兄弟都愿意出血，到时候产量翻倍，利润我们5-5分。当然，如果大哥不同意，那我们就自己去。反正那棵树我认得路。赵东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你在把全族人往火坑里推。哟，这么严重呢？那更得让我去看看，说不定我能找到新的路子。你去了就回不来了。大哥，你这是在威胁我？我在救你的命。哼，走，咱们自己去。爸，你不能去。滚开！那里面的东西会杀人。你大伯去了几十年不也活着？少在这唬我。别去，拦不住的。可他会死。他不听，谁都救不了他。我甩开堂姐的手，拼命追了上去。怎么样，儿子？你爸是不是比你想象的聪明？这条缝我3年前就找到了，我一直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。3年前，也就是说，我以为是我发现了老槐树的秘密，其实我爸比我更早。他派我来大伯家，根本不只是为了刺探情报，他是在等我长大，等我也成为工学者，等产量稳定了以后再来接手整个生意。从始至终，我都是他计划的一部分。小兄弟，有钱一起赚嘛！这就是了，这么简单。来，一人割一刀，都往里滴。等等，你不能让这么多人同时。发了，这他妈发大了！他不是在被喂饱，他是在被加速消耗。更多的血意味着更多的金子，更多的金子意味着更快的消耗。爸，快让他们停下！停什么停？继续！液体快没了，没了之后所有人都得死。那就快点弄完，趁它还没耗干，能多拿一点是一点。他依然不在乎，或者说他只在乎眼前，正如700年来每一个站在这具棺材前的人一样。怎么回事？不！我知道跑不掉。713年，够了。几秒钟内，4个30来岁的壮年男人，变成了白发苍苍、佝偻干枯的老人。不关我的事，不关我的事，是他们家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只是来拿点钱。你找他，他才是为你写的人，你要收就收他的命。你的血脉中有30年的债，你享用了，却从未偿付。远之，儿子，救救爸爸！可我退后了一步，不是因为害怕，不是因为恨，是因为我知道我救不了他。他享用了30年的金子，却不曾流过一滴血，这是他的债。你的血脉中有4年的债已用血偿清，你可以走了。我看着那道光，又看了看地上奄奄可息的父亲，
我可以替他还吗？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问，大概是因为无论他怎样，他终究是我爸。可以，30年的债，30年的寿命。你今年16岁，还完后你46岁，从此以后，你的身体将如你大伯一般衰朽。你愿意吗？可没有一个人做到过，因为他们都选择了续期，把痛苦留给下一代，再下一代。我不想再续了，但也不想让它以吞噬所有人的方式结束。我愿意。我感觉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加速老化，骨头在变脆，肌肉在萎缩，视线在模糊，疼比放血疼10000倍，疼到我以为自己下一秒就会死。但我没有倒下。713年的债清了，16岁的少年有了一双46岁的手。赵远之，儿子，你走吧，爸，以后没有了。赵远之从洞里出来的时候，我差点没认出他。叔叔跟在他后面，完好无损。我看到赵远之空着的手，再看看叔叔怀里的金条，什么都明白了。你替他还了？那个笑容让我特别难受，因为他跟我爸的笑一模一样，认命的、温柔的，不想让别人担心的笑。赵远之留在了山里，他说他走不了太远的路了，体力不允许。其实我知道不是，他是不想让他妈看到他现在的样子。他只在每年过年的时候往家里寄一封信，说自己在山里过得很好，身体很健康。你口述，我来写。妈，我很好，不用担心，明年再回来看您。就这些？就这些。每一封信都很短，就3句话，可他一次都没回去过。我爸走的那一年，终于还是没撑过60岁。赵远之在坟前跪了一整夜，他没哭，就是跪着一动不动。第二天早上我去找他的时候，他的膝盖已经跪出了血，渗透了裤腿，染红了一小片雪地。堂姐，我好像做了一件很蠢的事。我知道。可如果再来一次，我还是会这么做。我也知道。我没问他后不后悔，因为答案写在他那双过早衰老的眼睛里。他后悔，但他不会改。赵远之46岁那年走的，没生病，没受伤，就是在院子里坐着，看了一眼远处的山，然后闭上了眼睛，嘴角好像还挂着笑。我把他葬在了老槐树下，在树上刻了字。刻完，我退后2步看了看，山风吹过来，老槐树的叶子哗啦啦响，像是在鼓掌，又像是在叹息。有些债不是因为欠了才还的，是因为不还的话，良心会烂掉，比身体烂掉更可怕。